人都从西门跑了，快给我一队人马，把东西和人接回来。老五，咱们不是有言在先，网开一面，是为了瓦解堡内守军斗志，不得追杀难民吗？你他娘装什么慈悲？放的财产不抢不夺，老子们得打的是什么仗？少在五爷我面前耍威风，小命都是爷爷们救的。看在大哥喜欢你的份上，尊你一声嫂夫人。若是妨碍了爷爷，便他娘什么都不是。老五，不可造次啊！你个鬼魅！好，大妹子，请原谅老五造次。不过大妹子，万万不可冲动啊！虽然大当家的有令在先，大妹子阵前可以生杀予夺，但是武帝是大当家的最看得起的人，身份不同寻常啊。大妹呢，最好不要以干戈相见为上策呀。按照二当家的这么说，我拿五当家的开刀还开对了。快走，快走，快来，快点，快走！往西门那边有秦队长的，妹妹，可千万别骗上老姐姐，老爷的尸首啊！哎呀，儿子，你少操这份心，还有他的宝贝儿子呢，让他守着那个死鬼，等着遮半天吧。哎，把那些东西全拿上，快点，把那些东西拿走！大家都别慌。后生，寨子破了？没有，现在还稳着呢。那个短阳寿的，那个大男人跑来女人堆里干嘛？你是想趁火打劫呢，还是想当逃兵啊？你先看清楚我是谁，你再说话。大家都听着，现在陈少武跟周半天正在血战，磐石堡很危险。堡主大宅也很危险，所以咱们女人不能抄着手看热闹，咱们必须去助战。办法我已经有了，就在堡主大宅那里，大家跟我来。哎，女人助战，亏你想得出来！你这个小狐狸精，把少爷祸害成全堡最荒唐的人，又祸害死了老爷，现在还让太太们在土匪面前抛头露面。来人，把这个贱人狐狸精关进水牢，让他留着给土匪享用。别过来，谁都别乱动。小贱人，我看你敢拿老娘怎么样？那你要不要试试，看看我到底能拿你怎么样？我这杆枪可不认人，我可不管你是不是什么姨太太。你现在留在这儿，闭上你的臭嘴。其他人跟我走，跟我走。压上了全部兵力，还拼了个势均力敌呀！我担心拼的时间太长了，磐石堡会看出我们人马弱的破绽，集中力量反扑我们。大妹子还有没有别的手段？可惜我们没有留下后援的人手，这都怪我，事先想得不够周到。300黑风洞草寇拼500磐石堡精壮。略见优势，足见大妹子功不可没呢。稍后便知其中奥妙。少爷，你看，土匪
合了其他土匪，应该是。少爷，这每面旗子上都是上清江各个土匪山头的名号。上清江每个土匪山头不掩护我们磐石堡的财富，但都不敢轻举妄动。可他们一合伙，人数远远超过我们自卫队。快，好啊！磐石堡跟老子亲家，我们的援军已经到了，时间到了，快投降吧！磐石堡听到没有？投降吧！拼了！我们的援军，大妹子，这叫撒豆成兵计，是个秘密。若是走漏了风声，便一文不值。诈术。大妹子说的对啊，此仗取胜的关键，就是让我之敌不让敌之我。昨夜临出发之前，大当家秘密做了安排。黑风洞的弟兄，凡是没有武器的，一人一杆大旗，上面涂上各山头的名号，在关隘远近的山林里秘密潜伏。兵法云：兵不厌诈也，攻其心，夺其志。当年张翼德大战长坂坡，用的就是这个法，迷惑住了曹孟德，挫了曹氏大军的锐气。殊不料，今天这一招我们也派上了用场。你们为什么事先不告诉我？是怕我泄密吗？大妹子诧异啊，大当家的心思是大妹子如果攻击得势，便务须有此一招，给大妹子留个全功，令黑风洞的弟兄们畏。若是攻击受阻，这一定是帮大妹子压垮磐石堡这匹骆驼最后一根稻草。大妹子，大当家的对你真是用心良苦啊！柳双儿，你们看，这些女人都上了火线，你们这群男人能后退吗？能让土匪进来以后欺负你们的女人吗？随便上去，保护我们的女人！随便上去！少爷，少爷！土匪还在搜密，前寨保不住，往后撤吧！滚！让车里撤！少爷，少爷，少武，咱们撤吧！少武，回来，不许撤！百无一凶是书生，我秦少武没有一死破晓磐石堡。少爷，我无权拿你赔偿，逃命去吧！秦少武，你混蛋！记着，咱俩是生死兄弟。陈公子，宋先生，放弃全寨关隘，撤！别不，过了关口，还不如去死！就这么白白的送死，没有人会把你当英雄。不如好好想想办法，怎么更好的活着。双儿姑娘，快想想办法，救磐石堡，救宋少武。现在全寨关隘已经军心扩散，已经失利了，撤回寨内再说。秦管家，架子公子，撤！少武，快撤！放开我！走！放开我！别动！撤！弟兄们，上！别动！回来！小心有诈！大当家的，这怎么不追呀？大妹子，没发现吗？他们撤得蹊跷。有也这么打仗的吗？你这是犯了大忌，兵败如山倒，现在正是我们消灭他们的好机会，你这是错失良机。弟兄们，给我出点杀敌！喂，你看，他们撤得蹊跷，磐石堡的自卫队也不是不看运气的，小心有诈，一定有诈。这土豪武装未必会比白狗子军会打仗，胡军先灭白狗子，那就是一鼓作气。赵天，我告诉你啊，军法是你定的，你自己看着办。哎，
坐牢，自作自受。哎，好冲动，工作盯住他，赶紧了。大哥，你呢？去。好。我们亲自守着这道门。弟兄们，盘石堡子气流尽了，攻进堡主大宅，休要走错了秦望天老贼。女人，他娘的愿意响应了！弟兄们，活捉秦望天，为大当家的血出！活捉秦望天，活捉秦望天，活捉秦望天，为大当家的血出！走！快！快点，弟兄们！双儿，这办法行吗？咱们可是主动把土匪放进了寨子。放心吧，我早就算计好了。这个街面是依山而建的斜坡，敌敌我高，这个地势有利咱们，不利于他们。再说了，这些土匪都狂妄自大，咱们的仓库里不有的是铜油吗？我看行。陈管家，明白，滚走！绕到他们后边，夺回关隘，封了他们的逃路。其他自卫队员全力反击。好，小陈，你留下，听双儿的指挥。其他人，跟我走。是，冲！大哥，老五，娘的，中埋伏了，怎么回事？快说！火攻，他们用火攻。还没交手，弟兄们就死伤了大半，大哥！上当了，他们撤退果然是个圈套。还不如大哥，你宠我也没宠得得意忘形，瞎指挥闹的呀！放屁！再说我毙了你！给老子收住！快！弟兄们，老子上！守住关口，严守弟兄们守方！走！上午，这关口夺不下来，屯可就跑了。能抓到于问天，这仗是没白打。弟兄们，我折周半天。他娘的，老天不亡秦老天啊！上半代留下常识，大妹子先撤。大当家的，你先撤。我打过，我将功补过。丈娘啊，让个娘们掩护老爹儿撤退，成何体统？这半天日后在江湖上让人耻笑。老二，哎，把凳子。
大妹子出去，快！大妹子，快走！大妹子，快快快，快走！快！你们去哪里？快接应大当家的！大妹子，大妹子，大当家的派出过来了，先回黑风洞，巡堂记忆在。不行，先回黑风洞，巡堂记忆快！给我枪！赶紧上，我打！关进水牢！爹，少武已经荡平了匪患，生擒了这半天，您老人家在九禅之下可以瞑目安息了。弟兄们，这支枪曾被大当家的抬举的代替了山龟，还差点儿立了老子这个当家的。可现如今呢，他的威风在，这个女人在，可大当家的没了，110条弟兄的性命却没了。仗全是这个女人打的。他娘的一败涂地，弟兄们说，该不该用这支枪和这个女人祭奠大当家的，祭奠阵亡的弟兄们？杀这女人，这祭奠大当家和阵亡的弟兄！祭奠大当家和阵亡弟兄！杀这个女人！秦王天，你个老贼！放我出去！少爷，我这半天就是做了厉鬼也不饶你，放我出去！出去！这家伙嚣张的很，秦老天，关在水牢里，听着没有？放老子出去！看看去，打开牢门。我就是做了厉鬼也不饶你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哎。像，别说，长得还真像。小子，看你这小模样，你是秦望天那个老贼的兔崽子吧？披麻戴孝，怎么老匹夫死了吧？这半天栽在本少爷的手里，还敢这么称？本少爷随时都能打发你到九泉之下给我爹赔罪。你懂个屁！老子本来是要给你的亲兄弟报仇的，可惜呀，天命不济，我栽在你这个兔崽子手里了。秦长锁，你要是再敢胡说八道，我立刻割了你的舌头！这个女人是黑风洞的煞星。各位当家的及洞中列位兄弟，我向某有3个问题要问你。二哥请讲。第一，你们谁敢断言大当家的就已经死了？等会儿，大当家的现在磐石堡必死无疑，那是迟早的事儿。现在磐石堡跟已经死了，这应该是2个意思吧？第二，弟兄们都亲身经历了这场战斗，但凡有点经验的人，是不是都能看得出来，此战败北绝非大妹子指挥失利。二，你
休要替他搪塞啊！反正咱们是打败了，他就是总指挥。可硬要一个女人承担失败的全部罪责，你不觉得有点牵强吗？还讲不讲江湖道义？第三，弟兄们都给我听好了，这个女人是大当家看中的女人，只要大当家的在世一天，我们当中谁也没有处死大当家女人的权利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没人承担战败的责任，让弟兄们寒心。黑风洞散伙吗？好，想散伙的可以走，请。告诉这个兔崽子，你那个亲爹秦望天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我这半天又为什么要抱着血海深仇？什么？少爷，这家伙死到临头已经疯了，别听他胡言乱语，我们还是走吧。快看，这半天，你跟本少爷把话说清楚。好啊，秦少武，你知道吗？老子婆娘肚子里那可怜的娃是你亲爹的种，是你兔崽子的亲兄弟。既然没人走，大当家的又不在，我向忠义就以二当家的身份主持山寨。黑风洞当务之急是迅速探清大当家的生死。至于其他的事儿，暂时不议。马副队，小子队，我的话你听明白没有？是，小的即刻前往磐石堡探明大当家的生死。大妹子，只好暂且委屈你了。谢谢二当家的。阵亡弟兄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。五当家的，大当家的命要是没了，你来拿我的命。这是4年前的一笔旧账了。这么多年，你一直在外面读书，堡主大宅的事儿，少爷你并不太清楚。这半天原名叫秦昌所，曾经是我们大宅的护院炮手，人很忠心。秦昌所同大宅内的丫鬟翠萍相好，老爷也认可。可就在新婚前不久，老爷仗着土司拥有出业权的旧制，粗暴地占有了翠萍的初夜。女人出嫁，啊，老爷我享受你的初夜，这是先人立下的规矩嘛。这江风日下，也不是谁把这规矩他给废了。我是土司的后人呐，老爷，我有这个权利呀。你让我怎么面对长所？长所他是奴才，他能把老爷我怎么样？满清雍正皇帝改土归流，早就废除了土司制度。可他怎么敢冒天下之大不讳，还在堂堂民国行此陋习恶事？那日后，秦昌所和翠萍怎么样呢？果然不出老爷所料，忠厚老实的秦昌所选择了忍气吞声，没过多久，便娶了翠萍，拜了喜堂。婚后不久，产下一子，白白胖胖的，十分可爱。但从日子上推算，孩子显然不是秦昌所的，可他却依然是新生儿如同己出，倍加呵护。一家3口也就这么恩恩爱爱、其乐融融的。谁料，很快便发生了祸事。别听别人乱叫舌头根子，只要是你生的，它就是我秦昌所的亲骨肉，是我的命根子。老爷烟瘾过重，犯了痨病。相中的翠萍投胎的女人奶水好，便又重新把翠萍召回大宅当丫鬟。秦昌所认命，只能忍受。可翠萍的奶水滋养了老爷，
却饿坏了新生的娃。秦长所急了，抱着孩子，半夜翻入后宅，想找翠萍讨口奶喝，可没想到，站住！却被徐宁儿的拿住了。你这个畜生啊！你好大的胆子呀！竟然夜半偷着跳墙到我后宅，图谋不轨。老爷我岂能容你呀！我是捉你的，我是捉你的。本来秦长所挨顿打罚一罚，这事也就了了。可秦长所担心孩子饿死，情急之中向老爷求饶，告诉老爷孩子是他的亲生骨肉，希望老爷开恩，能救孩子一命。秦长所给我打入水牢！没有老爷我的话，永远不让他出来，永远也别让别人知道他的下落。刘业权早就废止了，但投子于奴才腹中，这事儿一旦张扬出去，老爷在上清江的威望将会一败涂地。老爷狠下心来，以秦长所持枪闯入后宅，图谋不轨的罪名，把他打入水牢等死。就这样，娃饿死了，翠萍上吊了，恩爱的三口之家就这么家破人亡了。也许是上天悲悯，秦长所命不该绝，被当作死人抛上乱坟岗。没过多久，上清江便出了一支自号为这半天的土匪，打出旗号，要向磐石堡复仇。把灵堂撤了，都给我撤了！少武，你这孽障，你发什么飙，翻什么天呐？谁要是再攻着他，我秦少就再也不回磐石堡。陈姐姐，武增家是诚心要害你，黑风让我说，我带着你跑出去。马豆子，去把二当家的叫过来。是。少武，你也是太放肆了些，老爷子的灵堂不能砸呀。是啊，老爷就是有千般错万般过，可他也是你亲爹，他是一家之主啊。亲爹怎么了？这些年他在磐石堡做了多少孽，欠了多少血债？为了宠一个女人，又是怎么对待我娘的？把她供在大宅里，阴魂不散，还会有人兴风作浪。孽畜！你不认你这个爹，你娘还要认他这个男人呢。你要走，尽管走，走得远远的，再也不要回来。你要是敢砸他的灵堂，我就到阴曹地府去陪着他。娘，二当家的，你是读书人？向某原名向忠义，野三坡人士，自幼读过几年私塾，粗小些文墨。向某不敢以刘伯温、牛金星一类人杰之自诩，实指望能辅佐大当家的，带着穷苦弟兄们打出一片逍遥天地。二当家的果然是足智多谋。大妹子，大当家的身陷磐石堡，那是九死一生，此乃命数啊。可错不在大妹子，凭大妹子的身手，完全可以利用向伟制造的这次机会，远走高飞。二当家的，我的想法正好和你相反。
我很清楚，大当家的落在磐石堡手里，肯定是难逃活命。可是二当家的，你想过没有？大当家要是真的战死了，磐石堡一定早就张扬出来。所以我判断，大当家的一定是被捕了。大妹子言之有理啊，大当家的眼下还活着呢。可是少武，你要真砸了灵堂，只能伤了娘和各位姨娘的心，并不能真正的弥补老爷生前所犯下的罪孽。我倒是觉得，你应该做一件实实在在的事情，来向全磐石堡的父老乡亲证明你想要弥补的决心。双儿啊，你是我堡主大宅的媳妇儿，你可不能鼓动少武宠溺，再犯下伤害家族的事情。娘，双儿说的对，我要替我爹赎罪。双儿，你说吧，做什么事情才能偿还我爹欠下的罪孽？销毁全磐石堡佃户历代所积欠的地租契约各种账册，让全磐石堡的债务从此一笔勾销。一笔勾销？啊！佃农还佃，天经地义，契约账册如何烧得呀？但这种天经地义是剥削压榨，这是不公平的。二姨娘，我知道您的身世，您以前不就是佃户的女儿吗？也是因为抵债才嫁入大宅做的二房。娘，我听杜鹃说过，对那些实在交不起地租的佃农，您就常常背着老爷减免了他们所有的债务。在他们眼里，您就是个大慈大悲的人。双儿啊，你说你短短几天就知道了大宅里所有的事情，你真是个细心的妹子。少武，其实地主土豪和农民之间最尖锐的矛盾就是土地地租的剥削。你现在担起了这份家业，还要负责全磐石堡父老乡亲的生活。当然了，作为少堡主，保卫磐石堡固然重要，但是眼下最应该做的是弥补祖上对所有佃户犯下罪孽的一个事情，让全磐石堡的父老乡亲真心的拥戴你，真心的拥戴咱们这个堡主大宅。磐石堡要是杀大当家的，他必定会兴师动众，大造声势，这样呢，也能给我们留出搭救大当家的时间。大妹子的这番情谊，大当家的当领，黑风洞的弟兄们当领。可是大妹子，黑风洞新败，弟兄们闻风鹤唳，心绪散乱。别说大妹子眼下处境微妙，就是我这个二当家的，恐怕也难以再号召弟兄们出山再战呐。这件事情不需要太多人手，反倒要保密。二当家的，你只要记住，一旦麻队副掌握了新的情况，你立刻告诉我。大妹子，果然是大义之人呐。二当家的过奖了，我这妹子只是个不愿意服输的人。再说黑风洞的弟兄们也不能没了大当家的，我和弟兄们还有大当家的以命换命，生则同生，死则同死。乡亲们，我家老爷福天了，少爷和少夫人正在准备丧事呢。让他出来吧，让我们见一见。见见少夫人出来。祖老，少夫人是领军神，是白虎化身来救我们磐石堡的。打败了这半天，一定要让少夫人出来，我们要拜少夫人。父老乡亲们，稍安勿躁，我们一定请出少夫人。少爷和少奶奶呢？回祖老，少爷和少奶奶在后宅上房陪着老夫人呢。
你去通报一下，我们4个族老啊，要见一下少爷和少奶奶。是。大帅，少爷，我在。把佃农欠债的契约、账本都给我翻出来。少爷，我这就去办。少爷，4族老要见少爷跟少奶奶，已经在正堂候着了。大宅外边还围了好多的人，说少奶奶是领军，白虎神下凡，也吵着要见呢。要见少奶奶？啊，宋岩，哎，跟我去见见族老们。双儿啊，那个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候，少武听你的，你赶紧去陪着他，去帮他出主意去，快！是啊，娘。他这么有主见啊，这么有魅力，为什么不敢跟我去见见乡亲们呢？你呀，一个未婚的姑娘，你让人家在大庭广众之下抛头露面，换做我呀，我也会不自在。哎，我听相声说，寨门快被土匪攻破的时候，他就以少夫人的身份号召大家抵抗，那是何等的魄力啊！那不是当时的形势所迫吗？哎，我发现你还挺理解的呀，你等等，双儿，双儿，你们知道4位族老的来意吗？当然是为了保主的事儿来的。虽然兵权暂时还在你手里，但是继承保祖是4位族老说了算，对不对？打个比方吧，如果我爹是果罗马的凯撒，那4位族老就是元老院。嘿嘿嘿嘿，这个比喻恰当吗？哈哈。双儿，你是不是有了什么办法，能让少武站稳脚跟？可是我也不知道我的办法行不行。不管什么办法，说。各位族老，别来无恙。少武啊，你爹心丧，你们何以一身光鲜，竟连个校服都不穿在身上？你们4个不是跟秦彪从西门逃走了吗？那个时候，你们谁想过我爹的生死？嗯？各位长辈，各位我爹的手足，说你们该说的事情吧，啊？少武啊，今天我等此来啊，是代表了全保父老乡亲的心意。此次少夫人是神威大显，击溃强寇，当是我全保父老心中的领军的化身呐。我可不是什么神仙，只是肉体凡胎而已。少夫人呐，您是从省城来的贵人，对我上清江民俗之事啊有所不知。领军呐是我8人先祖，成神以后啊，常化作白虎来护佑他的子民。此次少夫人力挽狂澜，救磐石堡于灭顶之灾，当是我全保父老心中的领军白虎的化身。现在啊，我们全保的父老啊，就密集在这大门之外，无久旱之禾苗，养育甘露，并敦促我等4位族老，请少夫人出去啊，见上一见，接受夜拜。夫人切莫推诿，令我等佛了迷音。请问各位族老，我以什么身份跟乡亲们见面呢？当然是少武的内人喽。那就请各位族老跟乡亲们做个解释吧。少夫人，这是何意啊？我只是少武的内人，按家规只配埋头深宅大院，不配抛头露面，
更不能接受乡亲们的这份热情了。那我先告辞了。夫人请留步，能否把话往明里说？这很简单，父以夫尊。少武的身份若配接受乡亲们的敬仰，我便配；少武不配，我便不配。各位老伯，少夫人的话分寸得当，正如她所言，少武唯有以磐石堡少堡主的身份，他们夫妻二人才能够接受全堡民众的敬仰谒拜。各位族老，有劳你们翻翻族谱，看看我爹之后，是不是应该我秦少武继承堡主？望天族兄，今此一战，匪寇尽平，足以说明少武能够担当保卫全堡之重任，足以说明少夫人能够协助少武振兴磐石堡之祖业。望天族兄，我等4个兄弟在你面前决定了，恭推少武贤侄为磐石堡新任堡主。磐石堡的父老乡亲们，出现在你们眼前的，就是磐石堡的新任少堡主和他的新婚夫人。父老乡亲们，起来起来！小帅，抬上来！乡亲们，我的夫人是凡胎肉体，不是什么神仙下凡啊！看清楚了。不过呢，她今天督促本堡主做一件大大的善事，可以说是大慈大悲。打开。是。倒出来。这堆破烂玩意儿，是磐石堡所有的佃农们历年历代欠堡主大宅的账本和契约。这堆破烂，在我爹的皇历上，像一座座的大山。压着佃户们喘不过气儿，一辈子做牛做马也不得安宁，甚至家破人亡。今天，在我们夫妻眼里，这堆契约就是一堆破烂玩意儿，是一堆罪孽的见证。望天族兄，你看明白了吗？这小两口如此大逆不道，就连个校服都不曾穿在身上。唉，相煎何急呀，望天族兄，悲哀啊！今天，本堡主当着大家伙的面，烧一把火，烧了这堆破烂，让所有佃农们的苦难和债务从此一笔勾销。来帅，点火。是。还是把这天变了。
全清楚了，我们就是败在秦少武那位新婚夫人的手上，才功亏一篑。现在他是磐石堡人眼里的领军白虎神。一个城里的洋学生，会有这种手段？说大当家的生死，是也打听清楚了，大当家的确是弹尽被俘，在关押在什么地方却不清楚。风闻磐石堡宗祠已决定，明日太阳下山前要处决大当家的，沉入天坑。这是磐石堡宗祠中最狠毒的族刑啊！选在太阳下山的时刻，是让死者的灵魂沉陷在黑暗的天坑中，见不得光明，永世不得超生啊！双儿，你要真不想随着我去看看处置这半天，那可是别开生面。我不去，这半天本来就不该死。双儿，其实少武的想法是跟你一样的。这半天成为土匪是老堡主逼的，可他现在毕竟是这一代的巨人，是磐石堡最大的仇人。少武这个新任堡主，既然已经向全堡的民众承诺了要永保太平，他怎么能拗得过族老们，拗得过全堡的民众，不处置这半天呢？你看，宋元都理解我。双儿，我知道你们红军有政策，抓到俘虏，教育就放了，只要以后不再为恶就行。可磐石堡不行，磐石堡的规矩不是说破就能破的。再说了，谁能保证他这半天日后不是磐石堡的仇人？算了，你不想去就算了，咱们去啊。干什么的？保安团的。你保安团的来我们这儿干什么呀？我们可是奉了我们方团座的命令，要立刻面见你的堡主。既然是保安团的，给我来吧。我这半天18年以后又是条好汉，把我弄死啊没关系啊，我就是变成厉鬼，要把以齐望天为首的这些磐石堡的兔崽子一个个咬死。时辰到，醒醒！停止行刑！让他进来。保安团，在下正是保安团团座方七佛麾下的文书马九，堪赶得及时。这是方团座给少堡主下的公文，少堡主可要看仔细了。我磐石堡的事情，跟你们保安团何干呢？方团座料定少堡主必有此问，方团座倒要兄弟问问少堡主，这磐石堡还是不是民国属下的臣民？少堡主，方团座还说了，少堡主是深受民国教化的人，不同于已故的老堡主。民国自有民国的法律，这其中厉害，
少堡主当比老堡主看得明白吧？少废话。方七佛打算怎么处置这半天？这公文上不是说得很明白吗？这半天暂且羁押潘世宝，明日少堡主可委派信任的人随在下前去县上，同方团座面商处置这半天郡府的事宜。少武，民国有民国的法律，杀个人可不是儿戏。大帅，停止行刑。明天你跟他们去趟县里保安团。是。带过去。走，走，走。哎，狗奴才秦大川，看在和我一个锅里吃过饭的份上，能不能给我换个地方？大宅水牢那地方我都住腻了。押走，走。走。谭石堡少堡主秦少武军舰，今系堡寨荡平黑风洞匪寇，生擒匪首遮半天，实感欣慰。少堡主之功，功在襄子，但少堡主须知，遮半天为上清江之巨寇，臭名昭著。少堡主当遵从政府法令，不得以私刑擅自处置。请少堡主指派可代言之人，于数日前往县团防局，议处此案。切。上清江团防局团座方七佛。走。派来送公函的人现在在哪儿？啊，安排他住在堡里了。明天让大栓随他去县里。这送公函的人傍晚才赶到磐石堡，正好赶在刀口下终止了行刑。天色就已经晚了，他们只能住下。这样一来，也方便明天跟磐石堡派的人一块儿去县里办事儿，对吧？这不就是凑巧吗？我倒不认为是凑巧，很像蓄意制造某种机会。双儿，你是不是看出什么来了？最大的疑点就在这个落款上。机要部门工作过，看过很多白狗子和保安团的公文。这白狗子他是正规军，他对团长以上的长官都统称团座，保安团叫团总。那这份公文，无论是方七佛亲手签的，还是别人代签的，都不应该犯这种习惯性上的错误。对呀，那个送信的，口口声声称方七佛为团座。他们是假的。妹子，我就知道你来救我。嘿，还邪了门了！那一帮老爷们怎么派个娘们来救我？我欠你一条命，我该还的。快走吧。哎，
给我把枪。哇，大金边盒子啊！还别说，韩世宝真有钱，嘿嘿嘿嘿，他教了我一把，我就教他一把，回头拿他号令山贵。行了行了，走吧。少爷，快进去看看。打开！我被堵住了。这半天你跑不了了。看来他们识破了我们的身份。这地先我收，跟我慢冲。继续打！开枪！都别开枪！打开！二，让他去。我有话跟周半天说。周半天，你出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我保证，绝不打黑枪。别开枪！奇怪，这娘们耍什么花招？你出去看看，看他们到底要说什么。喂！老子出来了，有什么话可说的？你以前的身世，秦少堡主都已经清楚了。确实是老堡主秦望天对不住你，但是现在他已经去世了。现在你最应该考虑的是你眼下的处境。你能不能跟磐石堡有一个协议？这冤家宜解不宜结啊！如果你觉得我说的话有道理，那你和你的人就可以安全地离开磐石堡。如果你认为以前的恩怨一定要用武力手段解决，你应该明白后果是什么。好啊，好汉不吃眼前亏。你要没诓老子，老子倒乐得图个逍遥自在，也算还了你们磐石堡对老子的一笔血海深仇。这半天，我希望两家的恩怨就此了结，起码以后不要再为难磐石堡那些无辜的乡亲们了。好，这个妹子仗义。现在你们可以走了。后会有期了。走，走。双儿，你怎么就放了他呢？少武，双儿是对的。少武，对不起，这次我替你做主。双儿，你真就相信周半天能够弃恶从善，再不与磐石堡为敌吗？我只是觉得黑风洞那些穷苦的兄弟，如果没有周半天这个首领，他们就走投无路了。该死的！小东西！大妹子，你同那个妹子好像是认识啊？她就是秦少武的新婚夫人，黑灯瞎火的我也不会看错。我们这仗就是败在她的手里。可是我觉得他也挺讲义气的，他不是把咱们都给放了吗？你既然认识他，他要放了我们，当初为什么不同他相认？奇怪了，他怎么就变成了土豪少爷的女人？哟，马克又下山办差了。开门，开门，快点，快点，有事。哎，好好，快开门。
我摸得清清楚楚的，蛛丝马迹都没有放过。少放屁，多说话。就到关键了，大妹子，红六军没了，真的没了，全军覆灭呀！本来军长李鸿死里逃生，想利用神团暴动重新扯起红六军大旗，可运气不好，神团头子梅孝达见李鸿失势反了水，把李鸿诓去给杀了。你这消息都是从哪打探来的？这还用探吗？上清江口口相传，都传成民谣了。你听，7月里孟兰会，长阳住着张发奎，岩头西开大队，李鸿收兵资秋退。8月里8月8，郎平有个梅孝达，梅孝达讲神法，一心要把李鸿杀。唱。少爷，情况打听清楚了。快说！领军峡谷口那一仗，红六军的确全军覆灭了，军长李鸿死里逃生，想联络神团重新暴动，东山再起，可没想到神团头子梅孝达却突然叛变了。暗算了李鸿。这消息确切吗？确切，神团里有我认识的人。李鸿死后，好多的穷苦人为了纪念他，还特地编了一首歌谣。4月里，立夏节，李鸿贺龙把头接，接了头来称豪杰，一心想把土豪灭。小同志，枪是瞄准敌人的，可不能瞄准自己的同志啊！是。教官同志，对不起，怎么发新鲜高兴了是吧？来，我看看。啊，汉阳造，中国自己生产的真正的现代兵器，口径7.92毫米，射程是2000米。辛亥之夜打响第一枪的就是汉阳造。他推翻了1000年的帝制，现在又支持了我们的北伐革命，打倒军阀，创建共和。红军没了，他心里难受。去吧。看得出来，大妹子对红军的感情很深呐。那是我唯一可以去的地方。可惜呀，现在红军没了，大妹子也没地方可去了。我原本是南洋侨商的女儿，我背离了父亲的决定，没有报考国立武汉大学，报考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女生队。我一心就想成为一个军人。民国16年的武汉是大革命的中心，北伐革命如火如荼。
可是没有想到，武汉的国民党很快就背叛了革命，他们杀了很多共产党人。可是军校的女生有很多都是公开的共产党人和进步学生，所以也面临被杀害的危险。双儿，你是共产党吗？那个时候我还不是，那会儿我才16岁，也许是懵懵懂懂，也许是年纪还不够，但是我很想成为一名共产党人。那你是怎么逃出来的？是因为李鸿军长奉了贺龙将军的指示，秘密返回上清江，发动红色暴动，他便带上了我。从今天起，我们中国工农红军第6军成立了。李鸿他本来就是上清江人，他对地形很熟悉，也有很好的组织能力，所以暴动很快就成功了。随后就组织了红六军，可是没想到3个月，仅仅3个月，红六军就没了，李鸿也没了。就这样，把我一个人扔在了异族他乡。大妹子有什么打算？我不是红军。你不是红军？可是我想加入红军。原来是这样，你是把自己当成了红军的人，瞒我瞒到了现在。可笑，我还派弟兄们到处在帮你，在找红军。谢谢大当家的。那你说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你为什么向我坦白？我不想给山寨添麻烦。黑风洞没有红军，保安团就会放松一些，这样你和弟兄们就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。大妹子倒是仗义，阴差阳错，我偏偏是喜欢上了你这个假红军。有大当家的，就是因为你要投奔红军，保安团的才抓你。我从记事的时候就和父亲相依为命。他是一个猎人，是上清江最好的猎人。他把我当男儿挖养，把他那一身对付野兽的本事都教给了我。他对我说，有了这身本领，你可以谋生，也可以保护自己，对付恶人。大妹子的手段，弟兄们是早有领教。终于有一天，父亲不想被一张名贵的兽皮围墙打伤了黑狗子。等保安团把父亲放出来的时候，他已经奄奄一息，拉着我的手咽了气。父亲一生穷苦，死得冤屈。我不能眼看着他连口棺材都没有，就自卖自身，进了土豪家，安葬了父亲。没想到掉进了一个陷阱。
娘子，这就是你男人。那后来呢？后来我才清楚，他们把我买进家，是想让公公帮他们的白痴儿子接种，让我给他们家族延续香火。新娘子，别跑啊！娘子，新娘子，你干什么？你什么？新娘子，走开！这娘子打我！怕灰，大妹子就该干掉他的宝贝，保住阵线。好，大妹子好一个真烈女子。我知道她肯定活不成了，就跑出了他们家，逃进了深山里边。他们报了官，还派家丁去抓我。在深山里熬了多少日子？记得那个时候，我特别想我父亲，他不在我身边，我很孤单，很害怕。我觉得继续活下去也没什么意义。这个世界上，我也没有什么可留恋的，就想去阴间找我的父亲。也许是命不该绝。后来，我听到红军的消息，他们杀土豪，杀黑狗子，帮助穷苦的人，所以我就踏上了寻找红军的路。少武啊，你我交往3年，我这还是头一次见你，这心里有事儿，超过了1个时辰都不跟我说。我决定了，不让他走。不是，这事儿当时本身就是为了遮掩外人的耳目，是无奈之举啊。可我现在当真了，我爱上他了，我要真娶她。如果你是我，你也会这么做吧？你个书呆子，别想瞒我！我知道你也喜欢柳双儿，不过很遗憾，爱人只有一个，不能共享。对不住了，你呀，太霸道了！谁让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呢？啊，哎，你可说过的。要伴着我们小夫妻朝朝暮暮恩恩爱爱，说话得算数。可是，少武，你觉得他会答应你吗？真情所至，今时为开。
现在红六军没了，李红也没了，武汉的白色恐怖比三江还要厉害，他能去哪儿？只能留在磐石堡，让我保护他。我会祝福你的，假惺惺的。秦公子，你可不能失信于我，你答应过会送我走的。我是失信了，可还有比承诺更重要的东西。双儿，我爱你。秦公子，是在跟我开玩笑呢吧？不要再叫我公子。我秦少武虽然是玩世不恭的人，但此时此刻我是真心的，绝无戏言。可是你应该知道，我绝不会放弃我的信仰和决心。我知道，我尊重。我问你2个问题：红军不能结婚吗？不是啊。结婚对象不能是红军以外的人吗？当然不是了，我们红军啊是让女人平等。那就好。你也知道了，红六军打散了，你无处可去。可我需要你，需要你用红军教会你的进步思想，帮着我一起治理磐石堡。就像你们红军宣扬的那样，打破一切封建制度，建立一个新世界。双儿，你没有理由拒绝我，无非你从来没有正眼看过我秦少武，我在你眼里根本就是不屑的人。不是，少武，我真的从来都没有这么想过。那你是答应了？我也答应你，有一天红军来了，我绝不拦着你。你要相信我这个当丈夫的，不会影响你追随红军的决心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就是真夫妻了。少堡主，少奶奶，这是少堡主给您准备的茉莉花。少奶奶，您还不知道呢吧？我们磐石堡祖传有个规矩，凡是嫁入磐石堡的新娘，都要用这茉莉花浸泡身子，以表对丈夫的忠贞。双儿，我会举办一个盛大的婚礼，让你风风光光的进洞房。无情未必真英雄，只因未到伤心处啊！大当家的宣泄够了？你个酸秀才，让兄弟见笑了。兄弟，你知道吗？我自打立好这半天，这心就死了。可这大妹子的身世，同我的身世，我无福啊，留不住她。当留则留啊！老大还有机会。这妹子命中注定当是老大的女人呐！屁！收起你套破卦！我当不了磐石堡的堡主，连个黑风洞也是朝夕不保。你说那些有个球用啊？老大，
这些现在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老大的心胸和胆气。你是说，让我也跟那个妹子用枪？非也呀。老大，你我兄弟都错看这妹子了。强留是下策，荣华富贵也绝非上策。上策是黑风洞这几百号苦难的弟兄。老大若是有胆气，就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，以身世感动身世，以苦难唤醒苦难。老大若是有心胸，就当把这黑风洞几百号兄弟的命运交到他手上。如果这最后一招还留不住他，你把兄弟我这颗项上人头拿去。老二，你是说把黑风洞那几百条兄弟的命都交到他的手上？对，把黑风洞交给他，有前途啊。可那妹子不是红军，不是红军。照这么说，他冒名隐瞒了咱们兄弟这么长时间。让一个普通的山妹子，老二，你还鼓动我把几百号兄弟的命交到他手上吗？交。